那你把这件衣服卖给我吧。你一个男的，要旗袍做什么呀？这是艺术品啊。你蛮识货的嘛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件旗袍可是我特意找老师傅定做的。你看上面这个刺绣，就花了3个多月的功夫，而且这件也最贵，我买的时候花了6000多呢。6000多。好啊，那我怎么给你付钱？可以微信转账吗？那我是不是应该加你微信啊？小力士奶粉源自新西兰天然有机牧场，坚持自然，不施化肥，奶源可全程监控、全程追溯，拥有口味清淡、多重免疫力、不上火、不便秘等诸多优点，在全球享有盛誉。这是我们想到的几个 slogan， 还请大家帮忙审议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想法。其实我有一句特别好啊，你们听听啊。好草喂好牛，好牛产好奶，好奶育好人。小力士奶粉，让你的宝宝长成好人。听我的，喝牛奶长牛劲儿，发牛脾气。小力士奶粉就是牛，耶！这个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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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真好。Stella， 江总好，飞扬集团来了几个人，说是调查组的，要求我们配合他们对相关业务进行查账。查账？是。事情怎么回事？你把他们请到休息区招待一下。好的。来，吃。谢谢啊，你多吃点。今天我挣着钱了，请得起的。想吃什么随便点。谢谢你。你还在为李思特那件事不开心啊？你刚才跟我说一半，后来怎么样？解决了吗？解决了的话，我会在街边卖衣服吗？就因为这点破事情，我被学校停课也就罢了，现在闹得好像我真骚扰他了似的。你也知道，你们外国人呢很在意这种事情的。一听说什么女教师骚扰学生，那眼神都不对劲了。你可以告他诽谤啊。啊？我告他？我怎么告他呀？我没凭没据又没钱，拿什么告人家？再说了，万一学校嫌我麻烦，把我开除了，那我就真的失业了。唉，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哎，我有个特别厉害的大哥，他可以帮到你。飞扬集团为什么要查我们的账啊？因为我们是供应商，而且刚跟他们签了一笔大合同。考虑到之前也合作过，甲方对乙方提出这样的要求，不过分。那也不能把我们的账就敞开了让他们查呀。能不能把这事儿往法务身上推？行是行，如果我们不让查账，他们会认为我们不配合，那么将来就不要再想跟飞扬集团有任何合作。Stella， 严小慧的手机关机。魏哲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拖。什么意思？拖到我们知道他们的底牌为止。你大哥住河滨大楼啊？是啊。这可是老上海有名的江景公园，够有品位的。我哥是大神啊。大哥好，王你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异父异母的好大哥魏哲老师。邦妮小姐，你们认识？这
这就是你跟我说的你的心上人啊？我想追她，我想让她当我女朋友。里边请吧。李斯特在他们公司什么职位啊？管人力资源的副总。那就是高管喽。接着说。是这样的，我去他们公司找过他一次，本来以为我一闹他肯定就怕了呀，但是没想到，不但没吓着他，还给我发了律师函。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哥，这件事明显就是李斯特在欺负邦尼，我想请你帮帮他。邦尼，放心吧，这是咱们的地盘，不能让他欺负了。你过来一下。哥，怎么了？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，你考过律师执照。是啊，考上了。那就好办了。明天，你陪邦尼再去一趟李斯特的公司。打架吗？你就跟他说。这次飞扬集团人事大地震，总部在美国被罚了1.4亿美金，所以他们才下狠心全球彻查。当然了，你们公司还算是幸运的，和小力士的合同已经签了，手续也都是很清楚，经得住查，不像那些长期合作的，个个都有猫腻。Evan 已经停止回美国了，我也打算辞职。省得新老板来了，我整天看脸色。下周交接完我就走。虽说你们跟飞扬集团的合同已经签了，但是新来的老板一定有自己的想法。我觉得你们应该再下点功夫，做一轮公关。谢谢严总的提醒。那能告诉我您打算去哪儿高就吗？这个已经有一家公司在谈了，等我入职之后再告诉你们吧。有些话我知道，其实不应该说，但是我现在已经要离开了，加上江总之前对我又不错，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你们，防着元素。元素，他怎么了？他这个人啊，年纪不小，但做事没有规矩，全都是江湖套路。您能说的再具体一点吗？这次竞标，他找过我，让我提供方便，被我拒绝了。所以后来再出现标书创意一致的事情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当然了，我的看法跟你们一样啊，我也认为标书是被剽窃。您的意思是说，标书被剽窃和明氏有关？假如说是明氏剽窃了你们的方案，那就说明我的部门一定有他们的内应。以后你们再跟飞扬集团打交道，一定要多个心眼儿。话，我只能说到这儿了。
帮你啊！你上次一个人来闹得不够，这次还找了一个帮手一起。我帮了岗，我已经告诉过培训中心了，如果你这次不向我道歉的话，我将以诽谤罪把你和培训中心一起告到法庭上。现在可以道歉了吧 ？Say sorry。你既然不想道歉，那就咱们法庭上见。这位啊，等等，请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Bonnie 小姐诽谤你？就凭网上那张帖子，那张帖子所说的都是事实，而且有图为证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63条规定，证人证言、电子数据查证属实，可以作为证据。所以 Bonnie 小姐并没有诽谤你，而是你到处散播谣言，导致 Bonnie 小姐名誉有损害。侬是谁呀？我是 Bonnie 小姐的律师，她的法律事务都是我来负责。这是我律师执照。OK， 要不这样，我们下去找个咖啡厅，坐下来慢慢聊，慢慢谈，解决问题，好不好？不用了，咱们就在这里把话讲清楚。I mean,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? I want you to contact your school immediately in written form. Clear all complaints with Bonnie, clarify the truth, and apologize to Lane. 否则明天我会把律师函寄到你公司，正式以诽谤罪向法院提起诉讼，并请求100万的经常损失费，作为我当事人的赔偿。不好意思啊，最近特别忙。哎呀，我知道，要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，我也不会打扰你。有件事儿，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正式？公事私事啊？哼，都算是吧。你也知道，飞扬内审搞得动荡不安的，老板也换了，严总也走了。要是新来一个老板呢，我的日子肯定不好过。所以我在想，要不要辞职？换老板也不用辞职吧？你的能力没问题的。啊，你不会是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所以怕内审吧？怎么可能呢？绝对不会。那你就更没有必要走了呀。哎，其实也不都因为是换老板的问题啊。在上海打拼真的太不容易了。你想啊，这么一个跨国公司，我没有后台，没有背景，又不是什么海归，熬出头真的太难了。我现在还是一个经理，跟我一波出来的都是市场总监了。你说我在这儿一点提升的机会都没有，那我在这儿待着干嘛呀？还不如找个别的地方看看有没有什么发展。那你准备去哪儿啊？我想离开飞扬回深圳，毕竟那边还有点基础。回深圳？你不想让我走啊？我当然不想让你走了。你的条件这么好，在上海怎么就找不到一个工作呀？是，可能这段时间运气不是特别好，但是不是有句话说吗？最黑暗的时候也是离黎明最近的时候。只要坚持过去，一定没问题的。而且你在上海还有朋友，你还有我呢。谢谢。哎，你刚刚也太帅了吧，把那家伙吓得一愣一愣的。其实当时我也很紧张，幸好他不懂法律。是啊。要是让他看出来魏哲给你的证书是假的，那可就麻烦了。那证书是真的，只不过美国律师执照在中国不管用，要是律师他知道，今年肯定露馅。所以，你真的是律师啊？我是 Temple University 毕业的，后来才做室内设计。律师不做，做室内设计。你怎么想的呀？学完之后，我觉得当律师太死板了。我比较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才做室内设计。而且，这是我从小的梦想。梦想？
我也有梦想。你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就4个字：出人头地。是不是特别俗啊？没有啊，我觉得很真实，挺适合你的。真的假的？嗯。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就觉得你和其他女孩子不一样。你很勇敢，很有自信，很坚强，而且很漂亮。谢谢啊。不瞒你说，我就是知道你住怡静坊，才特意搬到你对面，这样就可以经常见到你。啊，算你费心了。Bonnie，我喜欢你，你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你也看到了，我的前任是个什么德行的人。我和他不一样啊。我知道你跟他不一样，不过呢，我是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我暂时不想再跟外国人谈恋爱了。你们的世界，我还不是很懂。可是，哎，不要可是了，我们就保持纯洁的邻居关系吧，啊。你把第3轮投标的整个过程再跟我复述一遍，一个人都不能少，一个细节都不能遗漏。在去飞扬大厦的路上，我给严霞慧打了一个电话，跟她沟通了一下内容。然后在飞扬大厦的前台，我碰到了市场部的2个同事小汪和小苏。因为离竞标开始还有一段时间，所以我就到休息区去坐了一会儿，然后遇到了市场部的经理谭新凯。谭新凯，对，他那天是负责整个流程的主管，而且我还问他，我说为什么每一次都是我们先讲，面试后讲，但这一次换过来了。因为之前呢都一直是你们先讲，所以这次调换顺序也是公平。一切都是按照正常流程来的。是谭新凯带你过去的？对，他让我们把比稿的方案拷进他们统一的电脑里面。舒总，一会儿呢咱们统一用这台电脑做演示，等肖总考好之后，你看你把你们公司方案一块拷进去吧。谭经理，我能不能用自己的电脑？舒总，这么谨慎啊？待会儿是我们先讲，你怕什么呀？其实我知道，在拷电脑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很容易漏标，因为所有竞标人的方案都在同一台电脑里面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往往就有一方趁人不备，将另一方的方案拷进自己的 U 盘里。但那天是明示的人先讲，其实我这样做也就是多防了一手而已，没有多大意义。你确定那天只有谭新凯在场吗？不是，还有2个同事，确切的说应该是工作人员。一个是小刘，另一个面熟，但是我叫不上来名字。哎呀，有你刚才那些话，我心里就踏实多了。你放心，我咬紧牙，我也要坚持下去，不能让你笑话。其实呢，升不升职、当不当官，这都不重要，只要踏踏实实的看着你，勇敢的追你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既然已经决定留下来了，那我得提醒你，以后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得防着点儿。防着点儿。小丽是奶粉标出被剽窃那次，严小慧最后走的时候告诉我们说，内鬼就出在你们部门，所以你当然要防着点了，不然被别人坑了都不知道。知道了，谢谢啊。哎呀，都说职场如战场，没有经历过，还真的想不到，原来这么可怕。想什么呢？
哦，没有，我在想，哎，周末带你郊游去怎么样？这个周末不行，我有事情。啊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魏哲异父异母的弟弟搬家，因为他刚装修好房子，想让我们去暖暖房。哦，异父异母。啊，哎，那我能不能跟你一块儿去啊？啊？哦，你要觉得不方便，那就算了吧。其实我真的挺想跟你一块儿去的，因为我想让他们都知道我。你把讲标书的整个过程再给我讲一遍。当时是萧雅先讲的，她走了之后我才讲，我讲到一半就被安文给打断了。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们的方案被剽窃了。讲标书的过程，整个时间压得非常的紧，就算有人想剽窃，估计也没有时间呀。咱们再往前倒，比稿的头一天，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？比如说，你储存标书的硬盘有没有离开过你，或者有没有谁碰过你的电脑？不可能啊，我的电脑都是有密码的。而且在这段时间，我害怕出意外，每天下了班都是带着电脑回家，第二天再把电脑带回来。而且在比稿的前一天，我还是等到了很晚才去打印的标书。拿回标书之后，就一直放在我车的后备箱里。等等，你是说，头一天晚上你打印过标书？是的，因为有一些公司只要电子版的方案讲标就可以了，但像飞扬集团这样的大型公司，一定是要求我们事先准备好纸质版的标书，还要指定我们去他们定点的印刷供应商那里去打印，以确保规格的统一。我们来这里干什么？查内奸。你们是飞扬集团的呀？对，上周四晚上我们在这儿打印了标书，你看11、12页没有，所以过来看看有没有多余的。上周四不是我值班的，是老于。老于在哪儿啊？哎，老于，老于，哎，过来一下。他们找你有事儿。老于，你好。你好，有什么事儿啊？上周四咱们打印的这个标书啊，11、12页没有。咱们还有多余的吗？哦，是这本啊，没有了。没有了。我记得那天晚上让你多打印了几本呢。哪有多几本啊？谭经理打电话交代我说，就多打印1本，我给了后面来的女的了，就再没有了呀。是谭新凯，谭经理让你多打印的1本。是啊。那女的是谁啊？我不认识，他就说是谭经理让他来取的。2位请稍等。先生，你要不要先点点喝的？不用，我等朋友来再说吧。好。请坐。你怎么定在这儿了？我知道你喜欢这家餐厅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年薪26万，我有钱。看过《欲望都市》吧？看过啊。里面有一句台词怎么说来着？要想知道一个男人的身份和品味，就看他在让乔治餐厅需不需要等位。现在这个时间不需要等位，所以这里的男士都很有品味。谢谢。
还是你来点吧。还是你来点吧，或者建议你点肉眼牛排，不错的，可以试试。我去一下洗手间。那就要2份这他说的那个肉眼牛排。对对对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找你啊，找我干嘛？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问你。有多重要啊？我今天有点事要出去，咱们改天聊。不行，我病了。什么病啊？你说呀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患了特别严重的婚前恐惧症。我现在一看到蒋黎明我就胸闷、害怕、心烦。真的？是。那你病了不去医院找大夫，你找我干嘛呀？你不是认识一个特别好的心理医生吗？你给我介绍介绍。裴月，你一点事儿都没有啊！你就是作。我今天真有事儿，咱们改天聊啊。有什么事儿比治病救命还重要啊？我不管，今天你去哪我去哪，等你办完事儿，你就给我治病。Stella， 你来了为什么不说啊？我今天临时决定过来的。今天有一个朋友请我吃饭，但最后……明白了。好。Thank you everybody for coming. Bonnie 跟我说，在上海搬新房子，邀请好朋友们一起来暖房。我如伤水书。好。今天真的是太难得了，来的既是好朋友，又都是情侣。我声明一下啊，你们都是情侣，我们俩不是。我是来为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捧场的。那你们算是什么关系呢？初恋好友。初恋好友？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魏哲呢是我的初恋，但我是不是他的初恋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初恋有什么好的呀？大部分的初恋最后不都沦为炮灰和垫脚石了吗？那我要不要给你这个炮灰一次翻身的机会呀？免了，咱们俩就像现在这样，保持最纯洁的男女关系多好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想问一下，我觉得你们两个挺般配的，为什么要分手啊？因为我爸。你爸不喜欢他呀？我爸喜欢他不得了，那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跟他分手的。拜托你把话说全喽。好吧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爸呢第一次见到魏哲就特别喜欢他，所以就问他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女儿呀？你们猜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压根就不打算结婚。我不要面子的，我当时就特别生气，我就跟他说，那咱们俩还处着干嘛呀？分了得了。结果呢，就真的分手了。他的话听一半就行了。林肯，什么时候能喝酒啊？没看见江达林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跟我喝一杯了吗？我就是你啊。来，可以，一起喝一个。来 ，3、2、1，Cheers！有件事情我想了一下，还是应该告诉你。什么事儿啊？我现在正在和我丈夫打离婚官司，我们俩在离婚协议的条款上有一些分歧，因此他怀恨在心，做出了一些极端的事情。那天我和你去酒吧，他跟踪了我们，当时你有点冲动，正好你准备亲我的时候，被他偷拍了。
这些照片就让我解释不清楚了。现在我就像是一个出轨的女人，这一切都对我很不利。我可以去找你丈夫，把事情跟他解释清楚。你跟他解释什么呢？他是故意的，你去找他只会越描越黑，把事情弄复杂。我现在跟你说这些，一方面是我不清楚他手里还掌握了什么东西，我现在得万分小心。刚才进餐厅之前，我都要好好看清楚他有没有跟踪我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我和你要保持好距离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也希望你能好好保护你自己。你刚进了新公司，这个工作来之不易，他如果找你麻烦的话，对你影响不好的。对不起，我给你添麻烦了。哎，你姐们后嘛，哎呀，这是哪年啊？黑小姐，你慢用。谢谢啊。看什么看？快帮我俩拍照！魏老师，其实呢，我早就想找个机会，单独向你请教请教。有什么话说吧。魏哲，传播系本科毕业，法学硕士，连续4届获得最有价值独立公关人，号称不婚主义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选这个，赶紧挑一挑。没错，我调查你了，怎么样？让别人调查的滋味儿不好受吧？你能做到的，我也能做到。但是我没有你那么卑鄙，拿着别人的隐私到处去说，甚至还给长辈打小报告。你要对我有什么意见，我觉着你可以当面跟我说。这背后捅刀子，太不男人了吧？从你追江达林开始，就应该料到有今天。调查你，那是我工作的一部分，我问心无愧。但是我非常的好奇，你为什么反应会这么大呢？你是怕我查出些什么吗？我怕你查出些什么？你查出些什么了？你知道你现在的做法像什么吗？就像一个孩子，明明自己手上有很多很多的玩具，但还是把其中一个玩具让别人抢走了。你处处针对我，你是怕我威胁到你在江大力心目中的位置，怕我把它抢走。没错吧？只可惜啊，江大力他不是玩具，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。没错。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，所以他迟早会看出来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你喜欢江大力？有一段时间，崔英俊对我很好，说出来你可能都不相信。我从来没有做过一顿饭，他做饭很好吃，水平一流，对女人也很细心。我妈说，如果嫁给他，这辈子都会享福。可差一点，要遭一辈子罪。现在好了，当我决定离婚的那一瞬间，我觉得自己松下来了，就像是有一口气压在胸口太久了，终于能够吐出来。说来也挺搞笑的，过错方竟然是他。我没有任何的负罪感，能够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的感觉，还真不错。我这人是不是挺凉薄的？看来离婚真的能看出一个人，看到对方，也能看到自己。不，我觉得你没错。
你特别好，是个好女人。好啊，我会把你说的话当成补药，全部吃进去。哎，我觉得这张可以把它美颜一下啊。跟你说话呢，什么？队长，你所做的这一切，如果是出于嫉妒的话，没问题，我接受。那太简单了，咱们找个地方，用男人的方式把这个事情解决。决斗，干嘛？这个也好。不敢。好，如果你不敢的话，我劝你趁早从江大力身边滚蛋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今天是我求着江大力带我来的，我就是要找个机会告诉你，别在背后搞小动作，不然的话，我会对你不客气的。今天以前，我还在犹豫，我调查你，是不是我过度紧张了？我是不是不应该破坏别人的爱情？我甚至希望我调查你的结果证明我是错的，这样我心里会好受一点。但是你刚才的这番话和你现在的这副嘴脸，证明我是对的。我也劝你一句，要从江大林身边滚开的人，不是我，是你。魏哲，魏哲，来了。至于决斗，只要你愿意，我随时奉陪。这价格不对吧？没错的，先生。您今天点的肉眼牛排是今日特选，所以享受5折优惠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5折优惠，是不是因为你啊？怎么会？我哪有那么大的面子啊？不过叶东略，这样的地方不适合你。有品位，并不代表一定要乱花钱。你们俩刚才在聊什么呀？他让我离开你，知道我怎么回答他的吗？我跟他说，除非他承认他喜欢你，并且同意跟我决斗。林肯，林肯。盘子碗给你刷干净了，然后那些吃的给你放冰箱里了，不然该坏。行了，那收拾的差不多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别着急，你还没看我给你送的礼物。礼物？什么礼物呀？来，跟我来。
盘子碗给你刷干净了，然后那些吃的给你放冰箱里了，不然该坏。行了，那收拾的差不多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别着急，你还没看我给你送的礼物。礼物？什么礼物呀？来，跟我来。好漂亮啊！这不是我的旗袍吗？被你这么一弄，还真像艺术品啊！喜欢吗？当然喜欢。现在我相信你是一个很棒的设计师了。这个房间是我特意布置的。你看这装饰，我是在你推荐的艺笔店买的。如果你喜欢，我把它们送你。送我？嗯。我知道你现在住的房子，房东把它卖掉。你现在到处在找房子，而你那么喜欢余庆芳，我就特意给你设计这件。你的意思是，要我搬过来跟你一起住？是的。不是，你别误会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单纯的拼居。你不愿意吗？要我搬过来也可以，但是我要付给你房租。不用，我怎么能收你钱呢？我必须要给你，不然我就不搬了。你说了算。你生气啦？没有。这是房间的钥匙，只有这一把，你可以安心住在这里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随便进来的，我保证。你过来。你离我近一点嘛。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？我还是希望你能做我女朋友。我答应你。魏哲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嫁给蒋黎明。你们俩不是谈了挺长时间了吗？
谈再长时间也只是形式啊。我跟他其实没什么感情，就因为他们家跟我们家一起做生意，我又刚好从小跟他认识，我就得嫁给他。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像那种古代被送出去和亲的公主。你要是实在不想嫁给他，那你就跟蒋黎明说清楚。关键这件事情，我现在一点发言权都没有。他们把什么事情都安排好了，连婚期都定下来了。这可是你的人生大事啊！我觉得你必须要表明你的态度。要不你把我收了吧？啊？我说，你把我收了算了。开什么玩笑？我没开玩笑，我说的是真的。我要是把你收了，我怕老天把我收了。行了，不早了，赶紧回去吧，司机还在楼下等着呢。我还没喝够呢，再开一瓶。要喝你自己喝，我困了。怕了吧，胆小鬼。晚安。薛毅，本科应用数学，毕业后赴美，在波士顿大学就读工商管理，后来又转到纽约大学金融系，毕业后成功的留在了华尔街。可惜没过多久，他就赶上了金融危机，只能改行加入快速消费品行业，先后换过4家公司。2015年，薛毅加入飞扬集团，从而成为北美地区市场销售副总裁。几年下来，他的销售业绩一直都是全球第一。飞扬集团中国区因为市场部的腐败问题导致人事大地震，原总裁艾文被撤换，总部决定将薛毅派遣中国担任飞扬集团中国区总经理。薛毅到飞扬的第一天就宣布了新的政策，从今天起，所有的市场公关合作都必须要从单案例开始做起，根据效果再评估做决定是否签订长约。已经签了合同的供应商，如果设定了 KPI， 则完全按照 KPI 执行验收；如果没有设定，即可设定项目 KPI， 所有 KPI 必须可以量化衡量，无法通过考核的项目不得付款。虽然我们和小力士奶粉已经签了合同，但是 KPI 也就是关键绩效指标还没有定，只要他们愿意，就可以慢慢拖。你这意思是签了合同也可以不作数的是吧？人家是甲方的大 boss， 只要他们想，就能有1万种方法。他不付钱，你能把他怎么办？很简单，舒淇，马上和薛毅建立关系，这是首要任务。飞扬集团对我们太重要了。大家干嘛呀？气氛不用这么沉重吧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车到山前必有路啊！我这儿呢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，今天 UFace 的顾凯雷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说他们要做一个买手类的电商平台，叫态度商城，所以要把全案的策划都交给我们。确实是个好消息。我也有2个消息要告诉大家。我和 CEA 的邓曦谈了2轮，他表示愿意投资推进我们 DL 的 C 轮融资。第2件事情是，经过艰苦的努力，江远鹏先生把他名下所有的股份全部转让到了江大林的名下，所以各位可以放心了。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社会影响，我们已经和彭坤案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在此，我也代表大家感谢江总一家，
谢谢你们对各位合伙人、对公司负责的态度。其实，应该是我感谢大家，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家的宽容和照顾。谢谢。既然股权已经很清晰了，再加上 CA 资本的进入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我提议，马上重新启动 IPO。好啊！薛总好，我是舒晴。不好意思，我是 Cici。能让薛总接个电话吗？薛总说他今天一整天都要开会，谁的电话也不接。Cici，你看我们俩都认识这么久了，我也不拿你当外人，你帮我忙呢，我也不会辜负你。你看我都跟你约了3次了，你每次都说他忙，到底什么意思呀？真不能怪我呀，我不是不想帮你，是真的帮不上。那这样，你告诉我他跟哪家约了？一家也没约上，别说你们供应商了，就连商会的活动他都不去。上星期公司为他办的欢迎派对都被他削减了预算，一切从简。他就整天待在办公室，谁的电话也不接，谁也不见。是这样啊？那我有事再联系你，拜拜。他怎么来了？这么巧啊！你在这是不是为了等薛毅？对不起，无可奉告。那我就当你默认了。你一会儿别跟着我啊！我在高尔夫球场碰到民事公关的人了，他们肯定也是在等薛毅，估计今天也没希望了。我跟着他们呢，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。你放心，我要是搞不成，他们也别想搞成。转了一圈是吗？喂，我在7号洞这边，你在哪儿啊？事儿办得怎么样 ？OK。
邓总，咱们都是老朋友了，那我说话就不绕圈子了。其实我们今天来找你呢，就是想跟你聊一聊，在重启 IPO 的时候，能不能把 Stella 推到前面去，让她成为迪奥上市的核心人物？是这样啊。这企业啊，要想做大了，一要看盈利，二要看故事。DL 的故事讲得好不好，直接影响到将来的发展。如果能成为这个故事的主角，那以后在 DL 的位置，那必定是举足轻重的。邓总，我也实话实说，我非常希望能够成为这个主角。这么说并不是在争什么，而是因为 DL 现在的情况，我是最适合坐在这个位置的人。而且我也是 DL 最有价值的人。没错 ，DL 现在除了姜远鹏、姜总以外，就属 Stella 资历最老，贡献也最多。他不仅是整个 DL 团队的核心人物，而且他也是整个上海公关界的一面旗帜。由他作为 DL 上市的门面，无论对于 DL 还是 CEA， 那都是最好的选择。这首《调虎离山》玩得不错，于公于私 ，Stella 都是最好的人选。可是我最近听到了一些传闻，也不知道真假。你的婚姻最近是不是出问题了？哎，邓总，这件事情呢，我们正在处理。哟，这可不是小事儿啊，是吧？这大众对于这种花边新闻那是敏感得很，你稍微一个处理不当，就会直接影响到 DL 的上市。你是做公关的，你当然比我更懂这个，对吧？关于这个主角，我们其实是有人选的。江大林虽然年轻，但是完全可以打造成90后年轻企业家的典范。还有那个魏哲，那更不必说了，公关界的传奇人物。他们俩不管是谁，目前都比你的麻烦要少很多。站在我的立场，我当然是希望你能够成为这个主角的。那毕竟，我是因为对你的信任，这才积极的推进 CEA 和 DL 的融资。这个忙我可以帮，但前提是你要保证 CEA 和我在 DL 上市之后的利益最大化。邓总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我说到做到，另外也请你放心，我会在最快的时间之内把我的私事处理干净。好极了，根本就没有谈上几句，他就推说有事儿，先走了。那么清高啊，这怎么做生意啊？假洋鬼子，这才来中国几天啊，他就自己以为是大佬了，他也不想一想，艾文这几年给飞扬挣了多少钱？不是说走也就走了吗？什么大中华区的总经理，也就是个高级的打工仔罢了。刚到公司，和公司还在蜜月期，新官上任3把火，我觉得他就想搞点动静出来。不急没事。男人嘛，要不然贪财，要不然好色，时间长着呢，他会露出马脚的。我看未必，这个薛毅啊，肯定是有2把刷子，不然飞扬总部也不会这么信任他。派他来收拾这个烂摊子，是个硬茬子。哎，你听说了吗 ？CEA 看上 DL 了。CEA 资本，那可是个大的资本公司啊。我记得铃铛网就是他们投的吧？是。还有国内几个大的 TMT 公司，好像都有 CEA 的钱。见客户1分钟都不迟到。你约的我，我是你亲老公，这一迟到就是半个小时。哎，我问你啊，
你约那个小奶狗的时候，你会迟到吗？我想肯定不会。你不仅得早到，而且还得车接车送，着急呀。你想要什么？单刀直入。哎，来，过来坐来。好久都没回家了，来，咱们坐下来慢慢聊，喝咖啡啊。你想要什么？很简单，2个字：公平。你呢，赚得多，车子归你，房子归我。因为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陆家嘴这边呢，我已经住习惯了，别的地方呢，我睡不着觉。存款呢，咱们俩1人1半，然后每个月呢，你再给我5000块钱，就够了。啊，还有。你那个DR公司的股份呢，也得有我一份，千万别忘了。你真的是疯了，竟然好意思说公平？这房子从买到装修，你1分钱都没有出过，房产证上也没有你的名字，你还好意思跟我要房子？哎呀，有没有我的名字？我好不好意思，都得有我一份。你不是有律师吗？你懂法呀，这是国家的规定。国家保护我们弱势群体。是你出轨崔英俊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弱势群体？我告诉你，房子的事情你想都别想，车子可以给你，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做过的，我是不会要的。至于股份存款，你1分钱主意都别想打。那每个月5000块钱，你要点脸吧。如果你想继续在酒店销售圈混下去的话，我劝你收敛点。哎呀，威胁我，想断我饭碗？不好说，走着瞧呗。万一哪一天你真的被辞退了，以你的条件和能力，勉强混个保安、糊口什么的，应该是可以的。但如果想动不动送人几万块钱的包，我看估计就难了。是，可以选择当个保安。我送人家几万块钱的包，你送什么？几10万的表，4面墙，你心也太狠了吧！那小奶狗大学可还没毕业呢，比你公司里面那些实习生年纪还小吧？你怎么下去口呢？你不能为了自己的快乐去坑害人家青少年吧？哎，你的父老，你的正事啊！你脸上这些皱纹，你给我滚远点儿！瞧瞧，那小奶狗就离你这么近啊，就这么近。你脸上这些皱纹，大哥看得一清二楚啊，心里不出的话吗？我再记你一笔，家暴。崔英俊，法庭上见。
妈。妈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昨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没睡，我觉得有些事情我必须要提醒你。什么事儿？重启 IPO， 你很高兴对吗？大家都很高兴。但是你别忘了，这 CEA 是 Stella 带进来的，他一定会利用这次融资机会，想方设法笼络人心。我知道，Stella 跟邓曦很熟，融资就要讲故事，讲谁呢？邓曦肯定讲Stella，而不是你。我已经问过何律师了，一旦融资成功，董事会的席位肯定要增加，而增加出来的这个席位，一不留神就会成为Stella的人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如果再选总裁，我们就没有票数上的优势了。琳琳，你现在只有一个朋友可以信任，魏哲。凡事多跟他商量，记住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你的责任是绝不能让 DL 公司改姓。薛毅平时的爱好健身、高尔夫，酷爱游泳。上大学的时候是游泳队的一员，喜欢写作、看书。初中的时候在报纸上发表过散文。到了美国之后，还是戏剧社的成员，演过《李尔王》。文青，全才。他还喜欢新生事物，非常重视对社交网络的利用。当时飞扬旗下有一款健身饮料一直不畅销。后来，薛毅请了大批的好莱坞明星跟社交名流，让他们去健身房的路上拿着这款饮料，或者是拍照片发到网络上。结果很快，这款饮料成了网红，销量暴增。我知道这款饮料 ，NG， 包装颜值特别高。由于薛毅的到来，我们跟飞扬集团的关系迅速下滑，原因一共有2点：第一，他不信任我们，觉得像我们这样大型的供应商一定跟安慰有私下交易，并且他固执地认为这就是中国的国情。所以有意要跟我们保持距离。第二，新官上任的通病，人都喜欢用自己挑选的团队做事情，这样更得心应手。所以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很尴尬，前任的好处还没捞着，想讨现任的欢心吧，又挨不上。你现在说这些没用，得想办法。就算薛毅要换新的供应商，现在已经来不及了，更何况我们的合同已经签了，他怎么样都绕不开我们。所以，与薛毅重建信任是我们的当务之急。怎么重建信任？你现在打电话他都不肯接。我需要一段时间，一段能让薛毅坐下来听我讲述的时间。1个小时，不，半个小时。我有信心能让薛毅认可我们的方案。要不哪天他回家路上，我给他一闷棍，把他装麻袋里带回来，五花大绑让他坐着，好好听你说。好吧，现在头脑风暴，怎么样才能化解这种尴尬？怎么样能让薛毅愿意给我这半个小时？那个女孩是谁啊？好像跟他很亲密。啊，忘了说了，薛毅之前的女朋友也是他们游泳队的。Hello everybody， 不好意思打扰了，我来给你们送咖啡。谢谢啊。哎，不客气。在那里怎么在？叫你出去了。去哪里了？不知道。那我给他打电话。Sorry，keep going。什么玩意儿？帮你。什么事情啊，魏总？能不能去我办公室聊会儿天啊？今天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有急事，改天吧。那你找江大林什么事儿啊？保密。等等，能不能把身体往左边转一下？
侧过去。什么意思啊？按我说的做，把脸侧过去。好，看我，笑一下。笑一下嘛。漂亮。都脑子瓦特了。邓总，我就开门见山了啊！宏伟已经把 DL 推进 IPO 的相关材料，以及我的相关材料全部发给你了。怎么一直没有见宣传的动静啊？是出什么问题了吗？我一猜就知道你是为这事儿来的。材料我看过了，材料本身没问题，但你有问题。还是关于我离婚的事情，对吧？我说了，我会尽快把这件事情处理干净的。现在可不只是你离婚的事儿了，那个男学生是怎么回事啊？那照片现在传的到处都是。你说，咱们这么聪明的人，怎么能在这种事情上犯这种错误呢？邓总，那纯粹就是个误会。我跟那个男学生没有任何关系。我那天心情不好，喝了一点酒，之前帮过他一些忙，所以我们俩多聊了两句。那些照片一看就是有人别有用心呐。这照片是谁拍的啊？拍出来什么目的？你觉得吃瓜群众对这些感兴趣吗？你是做公关的，你应该了解呀，他们真正关注的热点到底是什么？你况且这种丑闻一出来，那传播的速度比什么病毒都要快的。啊，我这话说的有点不恰当啊，但这是实情。咱们是之前呢是有言在先，我们公司呢帮着你们 DL 上市做宣传讲故事，我是一直力挺你来做这个女主角的。可现在我怎么宣传呢？我不敢宣传，我稍有不慎再把你这个女主角给宣传成个反一号，那不就麻烦了吗？邓总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无论是我离婚的事情，还是其他什么的，我一定会尽快处理干净的，绝不会让这些事情影响到我，影响到 DL 上市。这就对了 ，DL 上市这才是关键，时间不等人，尽快。郑琦，你还记得吧？就是住306的那个。哎呀，经管系的呀！哎呀，你就说什么事儿吧，为什么非得来你这儿啊？郑琦出事了。先喝点水。刚来的路上听邦尼说，你出了点事儿。我们公司逼着我辞职。辞职？为什么？我被性骚扰了。你先别急，你慢慢说。上个月初，我被派给新老板当助手，他是我们公司的创始合伙人，能跟着他干活，像我这样的底层分析师，简直就是三生有幸。后来才知道，是我太天真了。上个月，我跟他去外地出差，那天很晚了，我突然接到老板的电话，他说邀请我一起吃宵夜。我的老板是美国人，他为人风趣幽默，知识渊博。我觉得跟他在一起能学到很多东西，他好像很欣赏我。我们聊了很多，直到饭店打烊了，我们才回酒店。谢谢您今天的热情款待啊！他把我送到房间门口，早点休息。突然说：“郑琦，其实啊，我跟你聊天也挺开心的，所以我希望咱们可以继续聊。回我的房间，我那边还有好酒呢。”我的潜意识告诉我应该拒绝，
可是他是我老板，我开不了口。接下来，不能再喝了，我喝醉了，我要走了，不然明天起不来了。起不来就不要起来。不行不行，我要起来的。真美，是我把你调过来了，因为第一眼看你就觉得你太漂亮，你跟那些其他的女人完全不一样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。皮豆真的要走了，我明天真的有会。不用走，放松，来。皮豆，你喝醉了，皮豆你别这样，皮豆你别这样，你喝醉了。你别这样，你真的喝醉了。你穿这裙子真的太美了，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男人都喜欢你，又是富二，太美了。Peter， 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求你了，你放开我 ，Peter， 放开我！你被老板性骚扰，所以你就举报了他。老板为了报复你，让公司逼你辞职，是这样吗？是的，公司最多赔我2个月的工资，可是公司一切照旧，还会有其他女员工跟我一样遇到同样的遭遇的。我想把事情闹大。郑琦的意思是，你是干公关的，他想请你帮他讨回公道，他要求他们道歉，让那个渣男受到惩罚。欢迎各位加入O2科技。接下来我念到名字的同事，请到前面拿起你们的入职资料。叶东烈，老师好。你就是叶东烈啊？你一会儿啊去培训教室，然后去拿电脑。有什么问题啊，随时来问我。谢谢老师。我和 Stella 是好朋友，你见到她呀，给我带个好。Stella，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今天我入职了，我们公司很多的领导都认识你，而且人力资源总监还特意让我代他向你问好，谢谢你啊。恭喜啊！既然找到工作，就珍惜这个工作机会啊。另外，最近你不要跟我联系了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最近我事儿太多了，太忙了。还有你，工作的时候别聊私事儿。OK， 我知道了。江总好。走。江总好。你陪他坐一会儿。你同学的老板是他吗？对。这个忙我们不能帮，不仅我不能帮，你也不能帮，这单不能接。为什么呀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方彼得 ，CEA 资本的创始股东、高级总裁。CEA 资本。请问你做功课了吗？